嗨，这里是肉仔肉，欢迎来到我的餐桌。今天我们来详细聊一聊调味神器、川味灵魂，也是我的最爱——川式红油。它有很多种叫法，在成都我们习惯叫它酥油海椒，其他地区也会叫它油辣子或者辣椒油。它的本质其实就是通过油来萃取辣椒和香料中的挥发性香味分子。然而，对香味的喜好本身就是非常主观的，所以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秘方和配比。但是要做出好的川式红油，有3个重点我们不可忽略。第一，便是辣椒的选择；第二，是温度的秘密；第三，是香料的搭配。那么我们废话不多说 ，Let's get started。说起辣椒，让我想起了早年在一个问答网站上看到的精彩回答。问题是：你最喜欢的历史人物是谁？答题者是一位川菜厨师，回复道：哥伦布，因为没有他，就没有如今以麻辣打出一片天下的川菜。诚然，这个原产于中南美洲的小果子，靠着自己独特的香味和刺激人类痛觉受体的奇招，驯化了人类，将自己散播到世界各地。而它的品种更是多到夸张，现如今世界范围内已知的就有5万多种。做出好吃的川味红油，我们需要关注的其实就只有其中的辣椒素、蛋白质和糖这3种物质而已。从基因层面看，辣椒素香味和辣度是2种不同的表达，所以翻看大师傅们的食谱，我们会发现他们总会选择以2到3种不同的辣椒搭配，一种负责辣，另外负责香。而我嘛，常年退化的辣度受耐力让我不得不放弃例如朝天椒或者小米辣这种高辣度品种，所以在今天版本的红油中，我只使用了1:1混合的二荆条和子弹头2种在香味上有明显特点的辣椒，同时这也是我能取得的辣椒种类极限了。当然，我的配方也只是一个参考，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如何将这些风味物质给萃取出来。而辣椒素是脂溶性的化合物，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用油的原因。川菜大师们一般会把红油分为3个大类。第一类是醇香型红油，它的特点是使用适中的温度来凸显辣椒纯粹的风味和红润的色泽，是一种克制的美。第二类是胡辣型红油，是通过激烈的温度让焦糖化反应和美拉德反应共同作用，为辣椒增添一种焦糖和坚果基调的糊香味，是一种极致的美。那么第3类是我最喜欢的，也是我们今天要做的复合型红油，它的特点是通过多次萃取，让辣椒、花椒、姜、葱、蒜和香料的风味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层次丰富的红油。那么多次萃取就必然会涉及到温度的变化，所以这里温度的控制就显得尤为关键。于是通过反复查询资料，我尝试着给制作川式红油的油温划定一个红线。首先我们要了解焦糖化反应和美拉德反应的温度都在140至170度左右，超过了会让食材产生苦味，所以在取姜葱香味时应该将温度控制在150度左右。然后各种香料中会发现香味物质的沸点均在120至220度这个区间。为了在不破坏其风味的前提下更好的提取出它们，我们应该在炸制香料时将温度控制在120度左右。当我们的香味油炸好后，就千万不要再将油温升高了，否则辛苦提取出来的香味物质将会挥发掉，之前的努力也就白费了。然而看似复杂的温度控制，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其实有几个特别简单且显眼的操作指标，我会在待会儿的制作过程中再说到。最后的重点，香料嘛，其实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主观的选择题。其实就像我们在说穿搭一样，时尚达人们会给出很多的穿搭建议，但始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然而有一些基本原则还是非常有意义的。第一，用量上宜少不宜多。川式红油中的香料毕竟只是起到辅助作用，为川式红油增加一些层次，否则我们就是在熬一锅草药油。第二，我会就今天用到的香料从风味轮的角度给出一些我自己的理解，希望对你们有参考意义。今天用到的香料一共8种，首先是百搭的香叶，它的风味关键词主要有香草、木质、微甜、微苦、辛辣。然后是万能的桂皮，它的风味关键词主要有木质、香甜、微苦。作为其他香料的最佳辅助，它当仁不让。再来是卤味之王白蔻，它的风味关键词主要有薄荷清香、草本、辛辣，去腥除异味它是最强，不过一定要记得捏碎使用。然后是良姜，它比姜多了一丝清凉感和木质气息，它也是一种常用于肉类调味的辅助香料，只需少许点缀即可。下面是香料之王八角，甜香、茴香、木质、微苦是它的关键词，常作为甜香型主要香料使用，到处都能见到它的身影。小茴香和八角风味很接近，不过更为柔和，多了些许果香，
和八角做搭配使用非常好。然后是花椒，有着独特的柑橘木质香味和其他香料都没有的麻香味，是一个独立于其他香料，也是川味中必不可少的存在。最后是草果，有着独树一帜的烟熏泥土味，少量食用能够画龙点睛，多了则会掩盖住其他香料，也会发苦，需慎用。上述8种香料都是川味底料或卤料中常见的搭配，有选择困难症的朋友也可以直接使用13香或五香粉，也省去了炼制香料这个步骤。弄清楚了前面的3个重点，那么我们理论知识齐备，下面我们开始正式的制作过程。首先我们将辣椒洗净，特别是我买到的这种是农家晒干的，上面还是有不少泥土，控干水分后平铺在烤盘上，我们用预热110度的烤箱烤到它完全干透。我这里因为洗过的原因烤了2个半小时，直至能够用手轻易碾碎，然后放入料理机中打成粉，不需要太细，均匀即可。然后放在一旁待用。蒜我们用料理机打成蒜末，和辣椒粉差不多大小，然后清水冲洗，去掉多余淀粉，防止待会炸制的时候粘锅和糊掉。接下来是葱姜，葱我用了红葱头和大葱2种，姜切片待用。之前选好的香料也仔细冲洗一遍，去除泥土后用厨房纸擦干，然后加入高度数酒拌匀。1是去除部分苦味激发香味，2是避免炸制过程中香料太容易糊掉。白酒、朗姆、威士忌、伏特加都可以，别舍不得，好酒才能激发出好的香味，还可以趁机酌上一杯，岂不美哉？最后我们还需要烤一些花生，160度5分钟就够。准备妥当之后，我们开灶起油锅，油的用量建议是辣椒比例的5倍。首先将油烧热至200度，手放在锅上方有明显热度，放一根筷子进去，能够看到剧烈的气泡。此时我们将1半量的油分多次浇入辣椒粉中搅匀，然后静置在一旁。剩下的1半油，等油温稍微降下来一些至160到180度，我们放入红葱头，这时候温度会有一个骤降，不要紧，我们开中火维持住，让它慢慢释放香味。我这里之所以先将红葱头单独炸制，是方便将炸过的红葱头保留下来。你也完全可以将姜和大葱和红葱头一块炸，节约时间。等到葱头炸至金黄，温度正好150度左右，这也是完美的萃取和焦糖化后应该有的样子。捞出葱头，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再炸姜片和大葱。注意，这里开始就不要再将油温提升超过150度了，否则之前萃取到的香味会挥发，之前的用功也就白费了。葱姜炸好后，我们放香料，这里千万别学着偷懒，一定要分次加入，避免油溅出来。同样是中火慢慢萃取，如果你不介意红油中会有香料颗粒的话，那就可以像我一样，把香料和蒜蓉一起炸制，否则先小火将香料炸5分钟左右，捞出最后再炸蒜蓉，耐心等待蒜蓉炸至浅金黄色，温度达到120度左右，千万别炸过了，否则蒜很容易发苦。最后我们加入烤好的花生拌匀，我们这一锅融合了辣椒、花椒、姜葱精华，香料风味香辣宜人，层次丰富的川式复合型红油就大功告成了。照例我会将食材的详细用量放在屏幕上，你们可以放心取用。如果你还喜欢这期视频，别忘了帮我点个赞、转个发、3个连。这里我还是忍不住再多嘴几句。虽然给出了食材用量，不过我还是那个观点，香料的配方非常主观，仅供参考，去尝试和找到自己最喜欢的味道，那会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过程，就好像是发现自我一般，这也是提升厨艺的必经之路。制作好的红油静置至常温后，我们就可以将红油装入罐中，放在冰箱中，可以用小半年左右。第一次使用最好是隔夜，这样各种风味才能更好的融合在一起。至于你问我它能拿干嘛，那可就太多了。无论是凉拌作为主调料之一的压轴风味，还是作为风味油辅助菜品，这一勺红油的加入都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就算是蘸拖鞋，它也一定是最好吃的拖鞋。好了，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如果你还想跟我一起去探索更多美食，那么诚邀你关注和订阅我的频道，吃不了亏，上不了当。谢谢你的观看，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Peace out。